单位给教授级别的老师发福利房，我想着自己也不缺住的地方，就打算把这个名额给女儿。可当我到单位办理手续的时候，却被告知属于我的福利房名额早就被人领取了。我找到对方理论，他竟大言不惭地说：“房子是老娘凭本事拿到的，凭什么还你？本姑奶奶就是要上你的户。不仅如此，等你死后，老娘还要分你的遗产。”我气得差点原地升天。看着户口本上顶替了女儿身份的女人，我戾气横生，想占便宜没门。我一怒之下，直接起诉对方不孝，要求他一次性补齐8年的赡养费23万，还有往后每月要按时给我跟老伴2400元的养老费。这下他慌了，我轻轻一笑：“你不想住我房子，还想分我遗产吗？那就先给我养老吧，毕竟闺女给爸妈养老那可是天经地义。”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我来单位变更领取福利房名额的信息，却被驳回了，理由是我的福利房名额已经被我女儿领取了。我睁大眼睛，满头雾水。我是今早才告知女儿福利房的事情，她怎么可能提早就领取了？一定是弄错了。我强烈的要求工作人员查询领取信息，结果却傻眼了。属于我的福利房名额还真被领取了，还是在1个星期前领取的。领取人名字也叫何珊，赫然是我闺女的名字，这怎么可能？我并没有怀疑女儿，毕竟女儿是我一手带大的，她什么为人我还能不知道吗？工作人员见我如此焦急，温柔安慰：“关教授，您先别急，办理的时候都递交了资料，我再查查。”不一会儿找到了，您看，这上面明确显示了何珊是关淑琴女士的女儿。工作人员将一张户口信息复印件拿来，耐心认真地说：“只一眼我就发现了不对劲，名字是一样，都是何珊，可身份证号不对啊。女儿的生日是90年7月，那上面的是88年10月，女儿的身份证尾号是4423，那上面的是2158。”我赶紧把这个情况说出来，并把带来的户口本递过去。工作人员接过查证后也傻眼了，嘴里直嘟囔：“怎么会这样？”显然小姑娘也被打击得不轻。既然已经确定是弄错了，我要求直接将那房子收回，重新分给我女儿。我勤勤恳恳在这个学校奋斗了一辈子，校里对我的福利，那是对多年奉献的认可与尊重，岂甘心白白送给别人？抱歉，关教授，这个我恐怕无法办到。这带来的都是户口复印件，都是真的呀。当初的领取流程我也没弄错。工作人员满脸歉意，我简直快要被气死了，脑袋都晕沉沉的。那你将他的电话告我吧。我有些压不住火气道，可还是被拒绝了，理由是他们不能随意泄露领取人的消息。在我怒气值即将要达到顶峰时，关教授，真的很抱歉，虽然我不能告诉你他的具体消息，但我可以帮您联系。您稍等，我这就给他打电话。事情总算有了进展，我心情也平缓了许多些。我强忍怒意，告诉自己耐心等待。1秒、2秒、3秒，足足3分钟过去，电话那头无人接听。最后终于接通了，可一听是房子的事，对方竟然当即挂断了。我脸色阴沉，怒气直窜天灵盖。关教授，您先别急，只要身份信息是真的，这房子肯定跑不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应该去户籍所查一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工作人员的提醒让我醍醐灌顶，我赶紧开车
奔向户籍所。户籍所距离公司不是很远，大约20多分钟就到了。大厅里人不是很多，我说明情况后，户籍所的工作人员立刻帮忙从户籍档案信息里将我的户口信息调出来。果然，女儿的信息已被换成了那个跟她同名同姓的陌生人。她不是我女儿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一个陌生人怎么替代我女儿出现在了我家的户口本上？情绪激动下，我的语气很不好。女士，请您冷静。最近所里的系统进行了升级，可能是失误吧。工作人员的解释让我更火大了。失误？他倒是说得轻松，这一个失误就让人白白嫖走了我的房子，还害得我自己女儿不再是我家户口本上的人了。我真想破口大骂，但作为教授的良好素养让我不得不冷静。既然弄错了，那就赶紧改回来。我压着火气，脸色不是很好地说：“抱歉，涉及到居民隐私，需要得到对方的同意，一同前来才可办理。”我气得眼泪都流了出来，还真可笑啊！将一个陌生人登记到我名下，就可以不用过问我。如今不过是拨乱反正，竟需要当事人同意。今天这事必须完成，否则别怪我起诉你们。我眼眸一凌，言辞冷冽。工作人员立刻安抚，说是他们这就跟当事人联系，可得到的结果却是人在外地出差，短时间内回不来。信他个鬼！这分明是在躲着我。福利房的领取期限只有1个月，他这是想用拖延战术来与我抗衡啊！这可怎么办？完全等不起啊！还没见面，我就知道对方必定是个极其阴狠奸诈之人。福利房大多都在福苑小区，可具体分到哪栋哪层，我不知道啊。这人都找不到，还怎么处理？我焦急了。出了派出所，我当即联系了之前的一个学生，他电脑技术很高，还是个律师，找他准没错。他说找人不难，但起诉的事有些复杂，约我见面聊。我也正有此意，于是就约他在附近不远处的咖啡馆里见。咖啡馆里，我等了大约10几分钟，人就来了。老师，人查到了，就在12栋你6层603室。他长腿迈开，大步向我走来，刚落座就将查到的资料递给我。资料查得很详细，他叫何山，农村人，父母也是在老家种地的，家里还有个弟弟。他现在是个唱歌跳舞主播。约1周前，他托一位榜单大哥帮他弄到的这套房子。好，多亏了你啊！这下知道他住哪儿，就可以找他协商了。我连连点头，高兴不已。老师，他既然能做出这事，恐怕很难协商，您要有心理准备。他的话让我冷静下来。是啊，福利房的领取时限只有1个月，他要硬是拒绝沟通，就算打官司胜了也无用啊。毕竟从申诉审查再到开庭，这就需要不少时间啊。想到这里，我就不知该怎么面对女儿。女儿今早还跟我说，这套房来的真是太及时了，等把这套房一卖，再加上她手里的积蓄，就能买个学区房，孙女上学的问题就解决了。现在却希望落空，一想到女儿失落的样子，我这心里就难受啊。这可怎么跟她说呀？真是越想越气，可事情还得解决。老师，你也别太担心了，咱们全力以赴，事情未必不能解决。您现在要做的就是跟学校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将领取福利房的名额延迟。毕竟咱这是特殊情况。我呢，将起诉的资料准备全了，咱两手抓。他的话让我宽心不少，我连连道谢，最后与他约定好，明天上午去找那个盗窃了我房子名额的女人交谈。之后，我就去找了校长商谈此事。
看能不能将领取福利房名额的时限延长。校长虽理解，可也没有立即答应，而是说考虑考虑。毕竟此次的福利房待遇是与开放商赞助的，不是他一人能决定的。回到家里，老公看我心事重重的，就关心地问我这是怎么了。我长叹一口气，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出来。竟有这种事，气死我了！那福利房名额是咱的，凭什么让他冒领？真缺德冒烟了！老公听了也火冒三丈，他气得猛然站起，在客厅里来回踱步。不行，这房子是要给外孙女上学用的，咱必须要回来。闺女知道了这事，还不定怎么伤心了呢。对了，这事咱先不告诉闺女。想到女儿，她不放心地叮嘱我。我点点头，也只能这样了。心里有事，我吃饭都没胃口。老公，他要是硬拖着就不归还，咱们可怎么办呢？而且他还顶替了女儿在咱户口本上，这户口要不换回来，岂不是往后的遗产还得分他一份？真是越想越气。我将筷子放在碗沿上，心焦的不行。你呀，试着香了，别急，我有办法。老公坐到我跟前，一脸淡定。他要真如此，那咱就告他不孝，让他一次性付清这么多年的赡养费，还有往后每月也得给咱养老钱。实在不行，咱就住过去。她不是咱闺女吗？那孝顺咱也是天经地义。至于你说的遗产，那就更不用担心了，到时候咱直接公证，全留给女儿不就得了？还想分钱？屁都没有！老公一句一句说得头头是道，我听了也感觉这办法十分好，心头的云雾消散，我心情也好了很多。老公贴心的又给我剥虾，让我多吃点。靠近10点的时候，女儿来了电话，问起房子的事。我不忍告诉她事实，只说资料递交了，等过几天审核后，房子下来再打电话告诉她。女儿听了也没什么疑惑。隔天吃过早饭，我跟老公就在学生周阳的陪同下去了福苑小区。按资料提供的消息，我们来到12栋你6层603室。我有礼貌地轻声叩了3下，谁知竟然没人应答。我还以为没人，可耳朵贴近门面，却听到里面的说话声，还有小孩子闹腾的声音。我又敲了3声，依旧没人应答。老公怒了，直接加重力道，用力砰砰砰敲起来，还扯开嗓子喊：开门，开门！谁呀？敲什么敲？急着投胎啊？这不来了吗？啪！门从里面用力打开，一个穿着花布裙子，脸上堆满肥肉，长着一双吊梢眼的老女人杵在门口，铜铃般的大眼睛狠狠地瞪着我们。你好，您是何山的妈妈吧？何山在吗？我们找他有事商量。周阳温和一笑，礼貌开口：妈，谁呀？吵死了！这时，一道年轻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很快，她的身影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女孩打扮得很辣，上身穿一条黑色紧身小背心，胸前的饱满呼之欲出，下身是紧身热裤，修长的大腿明晃晃地露在外面，满头金黄，化着浓妆，深色夸张眼影下的一双眼眸里满是不耐。不知道，说是找你的。肥胖老女人语气柔和了几分。找我什么事？我应该不认识你们吧？女孩血红的嘴唇一张一合，眼里充满疑惑。是这样，你住的这套房子是冒领了我的福利房名额，我们要求。我忍不住上前一步道。女孩眼眸瞪大，我话还没说完，她就以极快的速度将门闭上。我给你脸了是吧？哎呀，她怎么这样？话都没说完，怎么就把门关上了？我气得语无伦次，就不该跟她客气，真是给她脸了。老公也气得火冒三丈，他不管不顾的就用脚踹上去。开门！
敢做不敢认，别以为躲在面就没事了。我告诉你，不是你的，你就是用非法手段得到了，它也不属于你。不停的怒吼声与响亮的拍门声惊动了同一楼道的其他住户，大家纷纷围上前来看热闹，有些大胆的还张口询问这是怎么了。老公本就在气头上，被人询问，他立刻倒豆子似的吐着苦水。我老婆单位发福利房，不知这小姑娘用什么手段把这名额占用了，还顶替了我女儿成了我家户口本上人。你们说这气不气人？群众一听立刻炸锅了，纷纷说这姑娘缺德。何山女士，我是方拓律所的一名律师，你这么躲着不是办法，咱有事说事，把这事解决了就成，不要把事情弄得难堪，最后难以收场。周阳继续在门边劝说，啪，门再次被大力打开。看什么看？谁家没几个上门打秋风的穷亲戚，都给我滚回去，否则老娘天天上你们家闹。他瞪着眼睛，凶神恶煞地朝众人大喊，众人被他的凶悍样吓住了，都纷纷回了屋。等楼道里就剩我们彼此了，他才不耐道：这房是粉丝送我的，具体人家怎么办的我也不知道，你们要找谁我不管，但别来找我。他眼里冒着火气，神情里很是不耐。姑娘，你这话就不对了，现在是你占用了我的福利房名额，我不找你找谁？我忍不住愤然开口，他脸上闪过几分尴尬。我收房子的时候也不知道用的是你的名额呀，我就知道现在房子是我的，你们想霸占我的房子，那就不可能。说到最后，他眼眸一瞪，气势很凶。瞧瞧这咄咄逼人的架势，气得我真想得打人。不知道红鬼呢？他要是不知道能顺利拿到我的福利房名额，真当我是傻子？别跟他废话。老公在一旁看得焦急，疾言厉色道：姑娘，我劝你最好跟我们去户籍所把户口迁走，否则就法庭上见。别特么吓唬老娘，法庭见就法庭见，真当我怕你们了，就上你们的户了，你能把我咋样？不仅如此，老娘将来还要分要你们的财产，气死你们！他朝我们竖起中指，满脸得瑟。我气得浑身发颤，怎么也没想到世上会有这么无耻的人。老公也气得胸膛起伏，直喘粗气。突然，一个胖嘟嘟的小男孩跑出来，他高举着一个奥特曼玩具。打死你，老巫婆！他稚嫩的脸上满是狰狞。下一秒，奥特曼玩具小人就直冲冲地我袭来，打到我的额头上，我疼得叫出了声。老公连忙过来查看，那小胖孩却蹦蹦跳跳的欢呼：哦耶，哦耶，打中喽！老巫婆，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我倒是没什么伤口，就是有些疼，可那也一阵后怕呀。幸好是个没有什么伤害力的玩具小人，要是扔一把水果刀过来，那我岂不要当场没命？你这孩子怎么这样？老公气不过埋怨，说着就要将孩子拉过来教育，女人却急一把将孩子护在身后。干什么？你要再靠近，我就告你非礼！她挺着胸脯，眼睛瞪大了，怒视着老公。孩子的外婆则一脸得意地夸赞：乖外孙，打得好，知道心疼妈妈跟姥姥了，真是个好孩子。我无语了，有这么教育孩子的吗？这小孩子迟早得被养歪了。何小姐，话不能乱说，请注意你的言辞。你今天所有的一切行为，我都录下来了，可作为呈堂公证。我劝你谨言慎行。周阳义正言辞：是你吗？你带着老头老太太来抢我房子，你还有理了是吧？你给老娘等着！他出口是脏话，气汹汹地跑回房间。等他再出来，手里就举着个手机。你不是要录吗？来呀，当谁不会似的。说着，
他就点来了直播，在镜头里哭诉：家人们看到没？就是这个男人，他带着这对老头老太太，竟然要来抢我的房子！他们还要打我儿子，真是世风日下，没法活了呀！他哭哭啼啼，眼泪说来就来。我蒙圈了，明明是他占用了我的福利房名额，他还有脸倒打一耙了，真无耻啊！我算是开眼了，姑娘，既然你如此执迷不悟，那我只能报警了。我厉声开口，也没了跟他继续谈下去的心思。报警！家人们，你们看看，看看，他们抢我房子，还说要报警，可笑不可笑？报警就报警，谁怕谁？我就不信警察叔叔来了，他们也能这么是非不分。他义正言辞，摆出一副受害者的模样。么么哒，谢谢家人们的关心，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珊珊就先下播了，等下期直播，我再告诉大家这次维权的结果哦。他扭动着身姿，对着镜头不停地播。我撇过头，不想看他这无耻的样。小杨，他不播，你播，我倒要看看警察来了，他还会不会这么颠倒黑白，莫名被泼脏水，我岂能咽下这口气？放心，老师，就是您不说，我也会这么做的，毕竟律所的名誉可损失不起。周阳笑着点头，很配合地拿出手机。他害怕了，稍微迟疑了几秒。哎呀，你们还有完没完了？给你们损失费行了吧？2万，这是一笔勾销。怎样？他态度软了下来。2万，他就想从我手里拿套房，他这脸可真大。关教授，你一个大教授也不缺钱，何必跟我计较呢？我这房子也是付出了的呀。再说，你把房子收走，我这一大家子住哪儿？他说得理直气壮。哼，道德绑架，我才不吃这一套呢，懒得搭理他。很快，警察来临，调查清楚状况后，警察就指责他不该在网上随意胡说。警察同志，我可没胡说，这房子明明是我的，他却非说是他的，这不是抢房子是什么？你们不能因为他是教授就偏袒吧？他抵死不认错，把警察也搞无语了。说到去迁户口，他倒是没拒绝，可谎称自己身体不舒服，要去一趟医院。反正不管我们怎么说，他就是咬牙不去户籍所。警察让他给个确定的时间，他就说是1月后。显然，他也知道这个福利房政策1月后就失效了。无奈，我们也只能无功而返。出了小区，我当即让周阳起诉他不孝，要求一次性补齐过往没的交赡养费。周阳一听，眼睛亮了。老师，你是要……对，就是你想的那样，对待这种人就得用魔法打败魔法。我气呼呼地说：你放心，这事交给我，保证给你办妥了。周阳不愧是专业出身，很快他就算出了要补偿的费用。我现在65岁，老公68岁，按照老年人60岁后享有赡养费的规定，河山必须一次性补偿够8年的费用，再按照赡养费应该是子女工资的20%到30%。他现在是主播，虽然没什么名气，但周阳调查了，他1月拿到8000还是不成问题的。如此算下来，他每月就得给我跟老公2400元，1年是28800元，8年就是23万多。还不说他往后每月都得给我跟老公2400元，他要知道了，一定得心疼死。可谁叫他贪心呢？既然他想占便宜，那就得付出代价。回到家里，女儿女婿竟然来了。我试图装作没事的样子，可细心的女儿还是发现了我的不对劲。妈，是发生什么了吗？怎么感觉你一脸愁容的样子？女儿关心地问。我摇摇头，表示自己只是有些累了。对了，妈，刚见到了李叔，
他说好多人都领了福利房，已经住进去了，咱家的什么时候下来？有了这套房，我就能买市中心那套学区房了，想想就开心啊！女儿一脸憧憬，末了还抱着我的胳膊撒娇：“妈，还送你好，啥事都想着我。”我一脸苦涩，老公看我这样，皱着眉头长叹一口气：“小雅，那套房出了点问题。”女儿一脸疑惑地看着我们二老，接着老公就将福利房名额被占用的事说了出来。真是岂有此理，竟然有这种人！那是咱的房子，他凭什么占用？还如此不讲道理！爸妈，你们别担心，是咱们的跑不了，这事交给我，我一定想办法不让那恶毒女人得逞。女儿愤怒地发泄了几句，就回过头来安慰我们二老：“你那么棒，安心上班，把孩子照顾好就是。这事我跟你爸会处理的。”我拍拍女儿的手，将准备起对方的打算说出来。女儿见我有办法，这才放心下来。我以为她会安心等着出结果，谁知隔天她就找上门去了，跟老公逛了个超市。刚回家就接到周阳的电话，说是女儿去找那人了。我急了，赶紧出门。那家人胡搅蛮缠的脾性，我算是见识了。女儿孤零零只身前往，还不得受委屈啊！可到了现场，我才发现情况跟想象中完全不一样。原以为女儿1对2肯定会落下风，谁知女儿犹如一个骁勇的女战士，将那些牛鬼蛇神打得节节败退。透过层层拥挤看热闹的人群，我听到女儿笑眯眯地问：“请问何山女士，你为何要冒用关淑琴女士的福利房名额？”“什么冒用？这是我粉丝送的，你管得着吗？”何山气地反驳：“粉丝啊，那你是个主播了，能得粉丝送礼，说明你是十分了不得的大主播，对吗？”女儿没有丝毫生气，反而一脸兴奋地问：“还行吧，大主播称不上，就是稍微有点名气而已。”何山伸手撩一下头发，得意洋洋地说：“那粉丝为何要送你如此昂贵的礼物？莫非你是他女朋友？”女儿笑吟吟，再次发问。何山脸色僵硬，美眸里涌现出怒火：“胡说什么？我才不是他女朋友，那是情人。”女儿紧跟着问：“什么情人？你在胡说！我撕烂你的嘴！”何山怒了，张牙舞爪。不是女朋友，也不是情人，那他为何要送你一套房？这么贵重的东西，他不送别人，为何偏偏送你？还是说你们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女儿妙语连珠，一连串的话步步紧逼，还用说？肯定是被榜一大哥睡了，就是要没点付出，谁会傻子似的送出套房？看他穿的那么暴露，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人。周围人议论纷纷，边说边指指点点：“我看你是存心来找茬的吧，老娘跟你拼了！”何山恼羞成怒，扬起巴掌就要打人，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女儿却不慌不忙地大喊：“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快救命啊！”就因为我说出他的实话，他就要打人了。他边喊边灵活地往人群中后退，自己不要脸还打人，就没见过这么无耻的人。咱们拦住他，不能让他随意欺负人。人群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句，群起呼应：“说得对，拦住他这个不要脸的贱人！年纪轻轻干什么不好，非要勾引男人，丢脸呐！怕别人说别干啊，早干啥去了？”一群人跟打了鸡血似的涌上前去拦人。何山被挤在中间，头发也乱了，妆也花了，鞋也挤掉了，看着好不狼狈。“滚开，滚开，再不滚开，我报警告你们！”他面目狰狞，扯着和嗓子大喊，但人群却不理会他，依旧一窝蜂地挤着他。有些人还对他破口大骂，说他丢祖宗的脸，不该活在世上。这个时候，
女儿已经挤出了人群，她拉着我跟老公乐呵呵地向小区外走。你呀，不该来的，我关爱地说。放心吧，妈，他不能把我怎么样，我这不好好的吗？她一脸笑意。对了，怎么感觉那些人都帮着你呀？我问出心里的疑惑。女儿神秘一笑，他们呢，领了我的鸡蛋，当然要帮我了。你就没发现他们大多都是些老头老太太吗？她的脸上满是狡黠，眼里闪着灵动的光泽。我一回想，还真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大多节俭惯了，帮着堵人就能白领1斤鸡蛋，这在他们眼里自然是一件十分划算的事。也亏他能想出这招来。等那女人费劲地从人群里冲出来，整个人狼狈的已经没眼看了。可闺女也没做啥，只是问了她几句话而已。动手的却是她。警察哥哥，你们终于来了！他们几个故意煽动人群打我，快把他们抓起来！我绝不接受调解。何山扭动着身子，哭得梨花带雨。警察同志并没有听他的一面之词，而是派人去调查。很快，结果出来，警察同志的脸都黑了。何小姐，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人家并没有动手，只是问了你几个问题，反倒是你先动手的。那些大爷大妈看不过才拦着你的，这次就算了，往后不要无故报假警，浪费警力。那女人瞳孔睁大，似乎没想到告状不成，反而被教育的却是自己。我、老公还有女儿忍不住在一旁偷乐。何山无奈，只能狠狠地瞪我们一眼，转身离去。这天，在女儿的陪同下去逛街，谁知冤家路窄，竟然碰到了那何山跟他妈还有他儿子。何山没叫嚣，他妈倒是坐不住了。就是你这个贱人欺负我闺女的，看我不打死你！胖老女人摇摆着肥滚滚的身子，面目狰狞地冲过来，后面还跟着个小胖墩，有样学样，挥舞着小拳头。贱人，敢欺负我妈，我打死你！我心头一紧，没工夫感叹遇到他们倒霉，赶紧拉着女儿往一旁闪去。扑通扑通，两人没刹住车，前后脚倒在地上。哇，痛死了！哇哇哇！小胖墩爬在地上也不起来，就在那里扯着嗓子哭嚎。外婆的宝贝，怎么了？胖老女人一脸焦急地冲过去，何山也焦急地冲过去，不住地嘘寒问暖。我儿子要有个3长2短，我跟你们没完！他疾言厉色地朝我们怒吼：赔钱！给我5万，就放过你们，否则，老婆子，我天天上你们家，去你们单位闹！胖老女人眼一横，脸上的肥肉随着她的动作一颤一颤的，恶心死了！我仰头扶额，5万，他们打人还找我要钱，难不成我给他们的印象就这么好欺负吗？占了我妈的福利房，还想讹钱？你们想钱想疯了吧？赶紧从我家户口本上滚出去，否则我跟你没完！闺女气得撸起袖子，就跟他们对骂：哈哈，占了又咋样？老娘手续齐全，合理合法，老等着吧！老娘还要分你爸妈的遗产，你说气人不气人？哈哈！何山笑得猖狂，有恃无恐。闺女说得对，咱就不迁户口，等着分他们遗产。听说那老女人还是个教授呢，她家的钱肯定不少。胖老女人得意道，旁边的小胖墩也拍手叫好。分遗产，分遗产，真是蛇鼠一窝！我快要被他们气疯了。要是杀人不犯法的话，我真想亲手了结他们。就在我气得快要爆炸时，一辆警车悄然而至，只见一个穿着正装的男士径直来到疯女人面前。你好，何山女士，我是市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你被关苏秦女士与何志国先生起诉不孝，这是传票，请您准时出庭。他将一份文件递给何山。何山，
他老妈瞬间石化，两双眼睛呆呆地看着男人，显然完全没料到还有这么一出。周围的路人也纷纷聚拢而来看热闹。放屁！我女儿为啥要孝顺那不认识的人？你们把话说清楚了！胖老女人扯着嗓子怒喊，那伸出去的胖手指都快对到男人鼻子上了。同志，你说的那两人我不认识啊，你们会不会是搞错了？何山反应过来，赶紧将他妈往后拉了一下，然后茫然地询问。男人低头查看几秒，没错，何山，身份证号 XXX， 是关淑琴与何志国的女儿。他严肃认真道：“不可能，我压根不认识他们。”何山激动之下，声音不由得拔高，吓了周围人一跳。我就是关淑琴，我直截了当地承认。啧，你这不孝女还真是不孝啊！在户口本上待了那么久，竟然连自己亲妈的名字都不知道。女儿摇头嘲讽，周围人一听，也纷纷指责她大不孝。何山破防了，你特么有病吧？我又不是你闺女，你告我不孝干啥？他瞳孔睁大，满脸怒气。我淡然一笑，你不是我闺女，为何会在我家户口本上？你不是我闺女，为何能领用属于我福利房名额？我轻声反问。不疾不徐，你享用了我的一切，却没有做到闺女赡养老人的义务，我自然要告你。我算了一下，按照你现有的工资水平，8年的赡养费总共是23.08万。听我说到这里，何山的嘴角抽动，显然被气得不轻。你要愿意给钱，往后再每月给我2400元的赡养费，我可以撤诉。我玩味地说，直视着他的眼睛。何山再也控制不住情绪，做梦！我又不是你闺女，凭什么给你养老费？想钱想疯了吧？你个老不死的，怎么不去死呢？他满眼戾气，恶狠狠地瞪着我。凭什么？就凭你在我户口本上、律法上你是我女儿。我义正言辞。乖外孙，快来老爷这儿，老爷带你去买奥特曼玩具，你想要啥，老爷都带你去买。老公笑呵呵开口，哄着他身后的小胖墩。小胖墩一听奥特曼，立刻兴奋地跳起来。真的吗？我要全套的奥特曼。他小眼睛亮晶晶的，充满了期盼。何山本就火大的不行，此时看儿子这么傻，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一脚就踢在他屁股上。要个屁！没看到他在耍你吗？蠢货，滚一边去！话落，又是一脚踢了过去。贱人，你敢阴我，我弄死你！何山怒不可遏，双手张开，五指成爪，像个疯子一般冲过来。我自然不可能站着挨打，往旁边一闪，再抬头时，就见他的胳膊被那个来送传票的男子抓住了。何山女士，请冷静，公然斗殴是要被拘留的。他是好意，但何山此时岂能听进去？他没好气的怒骂：放开！手上用力挣扎，你再执迷不悟，我只能报警了。男人严肃的声音传来。何山愤然地瞪他一眼，态度老实了许多。想让老娘孝顺？做梦！本姑奶奶就不孝，看你能把我怎样？他恶狠狠地冲我叫嚣，一脸的无赖样。哼，这恐怕不行。别忘了，你现在可是在我户口本上，既然是我女儿，那就得孝顺。毕竟女儿孝顺爹妈，天经地义。我轻飘飘地说，完全没把他的态度放心上。他自然能用这一点占便宜，我自然也能利用这点反击。孝顺你妈？户口本怎么了？你再逮吧一句，看老娘不撕烂你的嘴！他不管不顾的怒吼，像个疯子般。你这姑娘，爸妈养你这么大不容易，给爸妈养老不是应该的吗？是啊，人不能忘本，没有爸妈哪有你？现在的年轻人啊，就知道啃老。姑娘，一家人哪有隔夜仇？快低头道个歉，好好孝顺爸妈，否则闹上法庭，
难堪的还不是你，可不是？快道歉吧，跟自己爸妈低头，不丢人。看热闹的人群看不下眼了，纷纷劝说：滚！你们这群傻逼，你们知道什么情况吗？就在这儿胡咧咧，他们压根就不是我爸妈，我孝顺个屁！何山崩溃了，朝着周围人怒吼。大家被他疯狂的模样吓住，纷纷散去。不过临走时嘴里还一直念叨着：这闺女真是没救了，有她这样的儿女，倒霉透顶了。这样类似的话，我瞥了他一眼，也随着人群离开。就在这时，我发现那小胖墩独自蹲在石狮子旁，呆呆地坐着。他妈与他姥姥都没管他，那孤零零的样子就像个被抛弃的小可怜似的。此时他虽然看着可怜，但我也没有乱发善心的心思。可老公却快步迈上去，三言两语就将人哄了过来。就这样，小胖墩被带回了家里。全套的奥特曼玩具小人、奥特曼卡片、奥特曼光环，还有各种奥特曼的披风衣服，散落在客厅到处，简直都快堆不下了。小胖墩身穿一身蓝白红相间的迪迦奥特曼衣服，坐在各种奥特曼玩具之间，旁边还有薯片、可乐、火腿、干吃面等各种零食。他也是缺心眼的，被人随便一哄，就沉浸在这么多玩具零食当中，连自己亲妈都不记得了，还对老公说非常喜欢这里，要天天待在这里。瞧吧，妥妥的一白眼狼。天黑的时候，警察才带着何山与他妈找来，二人满脸焦急、后怕不已的样子。小胖墩却挥舞着小手，高兴地喊：妈，姥姥，你们来了，这里可好玩了，还有很多好吃的。这个鸡腿好好吃啊，是老爷做给我的，你们也快来吃啊。这话不可谓不扎心啊。吃个屁，老娘找了你一天，都快吓死了。你知不知道谁让你乱跑的？还有，你叫谁老爷呢？你压根就没有老爷，知道吗？何山气势汹汹地冲上来，一把将孩子拽过去，抡起胳膊就打。孩子还小，你打干什么？亏你还是孩子妈呢，你不心疼？我心疼。我故意装出一副心疼的样子，拐了我孩子，还装出一副假惺惺的样子，你给谁看呢？你想干什么？大人干的事，你冲一个孩子动手算什么？我儿子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拉着你全家下地狱。他目眦欲裂，眼里是汹涌澎湃的怒火。警察同志，你们还愣着干啥？快把他这个人贩子抓起来呀！他转头，颤抖的手指责我们，怒吼：别胡说，是你不管我外孙，让他孤零零的躲在石狮子后面，我作为他老爷，还不能把他带家里了吗？老公怒声反驳。出警的同志听到这里懵了，老公赶忙从抽屉将户口本拿出来。对呀，她是我女儿，生的娃不就是我外孙吗？你们看，这是户口本，这还能有假吗？他装作被冤枉后愤怒的样子。何山与他妈无语凝噎。何山女士，报假警好玩吗？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那我们当警察的还不累死啊？就这样，他们被警察狠狠地批评教育了一通，心里气得不行，可还得小心认错。看着他们憋屈的样子，连日来的郁气总算得到了释放。等警察一走，他就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你们不就想让我迁出户口，让出那套房子吗？我全按你们说的做，还不成吗？他眼泪哗哗地流个不停，显然是被吓狠了。我白了他一眼，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害我费这么大劲。在我的要求下，隔天他就乖乖跟我们去了户籍所，将户口迁走了。既然户口都不在了，他自然没权利再霸占着属于我的福利房。最后，我还要求在直播里公然道歉。事情都走到这一步了，他也已然没辙，只能乖乖道歉。毕竟他说的每一句话，
我都留有证据。他想要再泼脏水，等待他的只能是律法的制裁。直播间，他说出事情的原委后，粉丝们都接受不了自己喜欢的竟然是这样表里不一的人，纷纷取关。警方也做出正面回应，将之前那个帮他非法落户的榜一大哥抓了起来。至于那个同流合伙的户籍工作人员也被开除。为了生活，何山带着孩子与老妈离开了这座城市，回到老家。他要是不那么贪心，或许凭借自己直播的能力，还能继续留在城市，有很好的发展。可惜呀，欲壑难填，一步错，步步错。世间诱惑千万，我们要时刻警醒自己，坚守初心。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